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 iOS 16的 Beta 6，没有错呢。距离 Beta 5出来呢，只隔了1周就进到了 Beta 6，这也预告下个月的发表会呢，已经迫在眉睫了。那苹果他们呢，已经要做一个收尾的动作喽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爱猜这个 iPhone 14的发表会应该会在9月6号，或者是下个礼拜这样子。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场发表会上面，除了 iPhone 14系列之外呢，应该会有 Apple Watch， 然后还有 iPad Pro 的发表。那我自己猜啦，我现在还没有做功课，不过呢，手表可能会有2只，一只是 Pro 系列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拉回到我们的 iOS 16上面，这一次这个版本呢，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改版，因为现在就已经在做收尾了嘛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做错误修正啊，或者是一些界面上的精进。那第一个我们要讲到 Beta 6它的新功能呢，就是在联络人里面，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多出一个视窗，就是找到一个重复项目，也就是说你的联络人里面可能有重复的一些资讯，例如说重复的姓名啊、重复的电话、重复的 email 等等的，都会出现这个视窗哦。那我们现在点到这个检视重复项目里面，那它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合并的动作。这个部分呢，其实非常实用，尤其是你刚换新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的 SIM 卡里面呢已经有一份联络人了，然后可能你的 email 自己又有一份联络人，然后全部加进去呢，就会有非常多重复的项目。像我之前帮我妈换手机的时候呢，里面就有非常多重复联络人。那利用这个方式呢，就可以直接很快的把它们全部都合并在一起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还要去找第三方的 app 来把它们合并在一起，这样子。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要讲到上一版 Beta 5它的新功能是这个电池电量百分比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点到这个控制百分比的地方，就是在设定的电池这个选项里面呢，你就会看到电池百分比这个选项。那它是可以开关的，这个上一版就有了。不过大家呢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动画哦，是有变得比较滑顺一点。然后还有在低耗电模式的部分呢，在开启的时候，之前好像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当你开启低耗电，它一定会有百分比出现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有把这个错误修正这样子。所以之后大家更新 iOS 16呢，就可以进到这个画面来设定你要不要让百分比显示出来。然后还有大家也非常关心说其他的机型能不能够用呢？在这一版 Beta 6非常可惜的还没有增加哦，像是11啊、10R 啊、12、13的 mini 版本到现在依然是无法使用这个百分比的功能的。不过呢，我自己是依然抱持的希望，我觉得最后的版本应该是会支援这些机型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再来下一个功能，我们要讲到 Beta 6它的横向模式现在是有做一些修改的。怎样修改呢？就是当你打开通知中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布置呢，摆设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。在上一版 Beta 5里面呢，它的这个时间是很拥挤的挤在了右上角，但是这一个版本呢，它的时间变得非常大一个，所以现在这个画面呢看起来是比较和谐的。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用横向模式的通知中心的话呢，就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动。OK， 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来看天气的部分哦。天气现在多加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，就是通知的部分。我们先点到天气这个 app 里面，就是看你要用 widget， 或者是你要直接点到这个 app 里面都可以。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选单的按钮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按一下右上角3个点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通知的部分。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它上面写说现在天气呢下雨、下雪或者是特定的恶劣天气都可以传送警报通知给你哦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恶劣天气啊，还有未来1个小时降水强度的这个选项把它打开，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得知说接下来会不会下雨啊，或者是会不会有台风袭击之类的。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好，然后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要讲到一个还蛮可惜的部分，就是之前呢在 Beta 4里面呢，我有讲过说他们有在执行一个东西叫做即时动态的 API 给第三方的 App 使用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像是今天 Uber Eats 啊，或者是 Uber 你叫车叫食物，你都可以直接在锁定画面上面看到他们现在的进度，或者是星巴克你点餐呢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说他们现在做好了没有的这个功能呢，他们现在把它收回去了。那唯一的理由呢，就是他可能已经赶不上9月的发表会，所以他们先把这个功能收回去。可能之后 iOS 16.1啊、16.2等第三方的 App 开发好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回来。所以我们可能在第1版的 iOS 16还看不到这个功能，是有一点点可惜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就是已经习惯了。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要讲到这个锁定画面的音乐界面哦。它现在呢，这个封面的部分，它又把它缩小了。大家记得在上一版呢，它又把这个封面的画面变大，但是现在它又变得缩小。我是觉得缩小这个尺寸是比较刚好，因为上一版它那个很大的封面，我觉得有稍微挤压到上面的时间，所以现在这个比例我觉得是比较刚好的。然后你再点一下这个封面，它就会跳回来，然后上面就会出现
我们在锁定画面设定的这个小工具的栏位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封面，你就是直接点一下。接着下一个呢，这一版的 iOS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更新，就是之前我们在设定背景图片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次的锁定画面背景图片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亮点啦。那这个功能是一个全新的功能，它有点像是 Apple Watch 上面设定表面的那种功能，你可以直接在锁定画面这边新增你的背景图片。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功能的关系，所以这个 bug 还真的蛮多的。那在这个 Beta 6里面呢，他们就把这些 bug 基本上都已经修正完毕了。像是之前如果我们新增新的背景图片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卡住，或者是看起来怪怪的，就是画面会突然跳掉之类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得知 iOS 16 Beta 6它的新功能还有问题修复的部分。那随着9月发表会越来越接近呢，它的更新幅度会越来越小。接下来的版本呢，我觉得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新功能放进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下一版 Beta 7还有 Release Candidate 什么时候会出来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呢，苹果他们已经把推出 Beta 的进程推到了1个礼拜内，所以呢，上一版的 Beta 5是在8月9号推出的，然后呢 ，Beta 6呢16号出来，所以 Beta 7呢会在8月23号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就是这一天。那 Release Candidate 呢，可能就是会在8月底30号这一天。不过呢，这个排程是以如果我们觉得9月6号那一天会有发表会的话，这样子排下来的话这个 Release Candidate 就会在30号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发表会它出现在9月13号那一周的话呢，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个 Beta 8啊，或者 Release Candidate 可能会有2版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就是看一下，下个礼拜出来呢，应该会是 Beta 7没有问题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呢，接下来就是看一下这个 Release Candidate 什么时候会出来，大概就知道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会举办咯。然后呢，在发表会的前1-2个礼拜就会发出这个邀请函，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 iOS 16 Beta 6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的内容的话呢，不要忘记给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